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辣炒四面豆，加点鲜虾、豆干，很好吃的，香辣爽脆，带虾鲜味的一道下饭菜。关键做法还很简单又容易，大家就不要错过了。是的，我们开始吧。四面豆200克，斜切。四面豆切斜片可更入味，口感更爽脆。四面豆又称四边豆、四角豆等等，在中国南方，它多被称作四冷豆或异豆，都一样。切好后，先搁置一旁备用。豆干4片，再一切成四。豆干表面用厨房纸吸干水分，一会油炸时才不会溅油。炉开中火，锅里倒点食用油。油热后，再将豆干放入油煎。边煎边翻面，直到表面微微焦黄，边缘发硬，全程煎个2到3分钟即可离火取出。豆干先煎后炒，可以避免吸油。煎好后取出，搁置一旁待用。鲜虾去头去壳，去线后净重250克，下锅滑个油。虾下锅滑油约20秒，虾身变色立刻捞出。虾身微卷，颜色转粉红立刻捞出。这时虾尚未全熟，但质地最嫩。原货不需清洗，适量加点油。虾米20克，泡软后沥干剁细加入。加入生姜10克，剁碎后加入。蒜瓣20克，剁碎后也一起加入。开中低火，一起爆香。闻到蒜香，虾米香扑鼻时，再加入辣椒酱50克，炒出红油。舅舅今天用的是自制辣椒酱，舅舅冰箱里长期会有存货，想学着做的朋友可以翻看舅舅旧视频，要不就将视频放在这视频后部分，方便大家去看看，参考参考吧。这样好。是的，如果是用一般辣椒糊的话，就多加一点盐吧，咸淡就自行调整吧，这做法也可以。好了，辣椒酱回油了，再将四面豆倒入锅中，转大火快炒，炒约1分钟至豆色翠绿，边缘略卷。炒时火要旺，锅要干爽，四面豆才能保持脆嫩。加入清水100毫升左右，让豆熟透。这时候开始调味：1小匙白糖，1大匙蚝油，1小匙鱼露，全加入在一起，快速拌炒均匀。再加入煎香的豆干，翻炒20秒，让香料味包裹表面。最后再把滑过油的虾倒回锅中，大火翻炒10到15秒，虾完全变红，酱汁裹匀即关火。全程火候关键在快，香料香，豆干焦，豆脆，虾嫩。哇，真的太香了啦！是的，真叫人食指大动。
热气腾腾的辣炒四面豆端上桌时，空气中弥漫着蒜香与3·8辣酱的气息，豆干的焦香混着虾的鲜甜，一瞬间勾起食欲。筷子一夹，四棱豆翠绿亮泽，咬下去咔嚓一声，爽脆的质地让人精神一振。豆干在口中释放出浓郁的豆香，表面焦而内里弹，像在嘴里轻轻回荡。鲜虾的肉质紧致，微带甜味，被辣酱的热度衬得更鲜明。一口下去，辣中带香，香里有甜，层次分明。辣炒四面豆，每一口都是味蕾的祈福。豆的清香，虾的鲜嫩，辣酱的浓烈在舌尖交织，既有火候的热烈，也有家常的温度。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今天来分享香辣的3·8辣椒酱较新做法。首先，取出100克辣椒干，剪成小段后清洗干净。先将辣椒干种汁去掉，再用清水清洗多遍，直到水清为止。这必须处理干净哦。是的，接着再用清水浸泡1小时。50克石粒粒，清水泡软。石粒粒是东南亚的惯称，其他地方称它为叶桂豆。3只香茅，取嫩茎部，切成小段。40克生姜。黄姜1小块，约15克。100克蒜瓣。100克小红葱。2个大洋葱，约150克。将以上所有食材切细备用。锅内倒入250毫升食用油。油热后，再将备好的食材倒入，中火油泡5分钟。红辣椒100克，清理干净后再控干水分，切成小段，一起加入泡油。整个食材泡油过程约10分钟左右，离火，降温后备用。巴拉尖1块，约15克，放入干货内烤箱。巴拉尖又称马拉盏，巴拉尖味属东南亚特色调味，多用于中式料理、马来菜或娘惹菜当中。巴拉尖烤至两面微微焦，再将烤香后的巴拉尖捣成粉状，盛起备用。将降温后的食材倒入料理机中，加入泡软后沥干水分的石粒粒，另30克清洗干净后的江鱼仔，泡软控干水分的辣椒干，捣成粉状的巴拉尖，启动料理机，将香料食材搅成糊状。泡过香料的原货不需清洗，再将香料糊倒入，中火拌炒15分钟，过程中需不停搅拌，避免糊底。15分钟后，另加入50毫升食用油，这样就能使辣椒糊快速断生，分泌油分。中火再继续拌炒，另15分钟。在拌炒过程中，可加入2片斑斓叶，成品会更清香。一直拌炒至辣椒糊颜色变深，回油。这时候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颜色好漂亮。是的，红艳艳的。先将100克椰糖击碎，再加入，容易化开。40克砂糖。2大匙蚝油提鲜。
2小匙鸡精粉。1小匙盐，此时也可另加入1大匙柠檬汁或罗望子汁。将所有调味料拌匀，再试个味，口味可随个人喜好个别调整。成品红彤彤，香喷喷的，整个厨房都很香哦。是的，教喜欢辣的朋友很难抗拒。舅舅今天这38辣椒酱烹调法有别于传统做法，全程滴水不沾，所有食材预先过油爆香，大大缩短了烹调时长，食材不含水分，烹调过程中不会溅油，省去了煮后清理油腻腻厨房的困扰。嗨，大家好，叔叔阿姨、大哥哥、大姐姐好，欢迎回来彼得的频道。今天彼得要煮个纯素辣椒酱，如素的朋友请记得与自己的朋友分享。这是百搭辣椒酱。对，首先将80克辣椒干剪成小段，剪细后的辣椒干清洗多遍，洗至水清为止。将洗净的辣椒干沥干水分，倒入盛满水的锅子内，大火煮10分钟。将煮过的辣椒干沥干水分备用，30克实粒，清水浸泡。这泡多久？约20分钟左右就能泡软。为了让成品更加鲜红好看，舅舅另添加了100克红辣椒、50克腰豆，清洗干净后，厨房纸巾抹干。加腰豆，这好特别。如果买不到腰豆，这也可以用花生米替代。锅内倒入300毫升食用油，这也是一整个食谱的用油量。将腰豆冷油下锅，中低火，油炸至稍微金黄色。先将腰豆沥干油分捞起，原货倒入30克切小块生姜，25克黄姜，3只香茅取嫩茎部，切细后一起加入，接着开中火油泡。再泡油约5分钟后，将红辣椒与沥干水分的辣椒干陆续加入，整个泡油过程约15分钟。舅舅，这步骤的用意是什么呢？这是将食材内水分逼干，食材更能释放香味。这样做大大缩短搅拌后拌炒时长，约15分钟后先熄火，让它稍微降温。降点温比较安全。对，如果搅拌器可耐高温，可直接搅拌。这时候将油炸后腰豆加入，还有浸泡后的实粒。将搅拌成糊状的食材倒回原货中，接着中低火不停炒拌。这要多久才能完成？从现在开始至完成约20至25分钟。煮辣椒酱一定要煮至断生，断生后的辣椒酱慢慢分泌出油分，而且颜色变深。那嘟嘟你看，不过10几分钟，油分就开始分泌了。对，每次翻拌时都尽量从底部翻拌起，这样就能避免糊底。炒至辣椒酱完全断生后，转低火开始调味，将2片斑斓叶撕开再打成结，60克椰糖击碎后加入，30克褐糖，可以用普通白糖替代，8克食盐，重口味者还请自行调整。然后是柠檬1个，取汁后加入，这也可以用罗望子膏替代，但舅舅考虑这是素口味，尽可能清香一些。接着将调味料炒匀，哇，颜色越来越好看了，红艳艳的。这是油完成分泌的结果。起锅前加入3大匙花菇摘蚝油，将蚝油拌匀后熄火，纯素辣椒酱就完成了。这纯素辣椒酱没葱没蒜，若有食用葱蒜的朋友请自行添加。此食谱烹调过程完全不沾水，而且食材预先油泡，不但大大缩短了烹调时长。嘟嘟，你还看到什么吗？很香是吗？还有呢？对了，它完全不溅油。对了，嘟嘟好棒，辣椒酱这个煮法不会溅油，
煮后省去了清理厨房的苦恼。Amazing， 也太神奇了啦！辣椒酱罐装保存时，表面覆盖一层辣椒油，这样就能延长使用期。食用时用干燥的勺子从底部勺起，这样就不会摄取过多油量。舅舅，今天这食谱满意吗？很满意，口味清香，很美味。不富的哥哥姐姐、夫妇阿姨，请分享出去哦！谢谢您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